这是电影史上最伟大的越狱电影之一。如果没有后来的《肖申克的救赎》，这里的之一都可以直接拿掉。影片的故事发生在1947年的法国，男主角阿克是法国一座监狱里的一名等待定罪的在押嫌犯。由于这座监狱硬件设施老旧，近期需要改造翻修，狱警将阿克从原本的8栋26号牢房安排到了11栋6号牢房关押。6号牢房里原先已经住着4名囚犯，对于阿克的到来，4人显得极为反感，因为他们最近正在策划一起越狱行动。阿克突然住进这间牢房，无疑会增加他们行动暴露的风险。不过对于狱方的强行安排，4人即使不乐意也无可奈何。阿克搬到6号牢房的当天下午，狱警过来叫他去取包裹，说是他的一个朋友给他邮寄了一些食品。趁着阿克跟着狱警去领包裹的时机，牢房里的其他4名囚犯召开了一个简短的讨论会，商量要不要拉阿克入伙，说服他也加入到越狱行动中来。阿克看上去斯斯文文，没什么攻击性，4个人对他的印象还算不错。更重要的是，他们的越狱行动不可能瞒过共处一室的阿克，因而在经过简单的商量之后，4人一致决定叫上阿克一起行动。等到阿克取完包裹回到牢房后，4人先是围上来询问他犯了什么罪，被关来这里。阿克虽然觉得自己的经历有些难以启齿，但最终还是将实情告诉了4人。原来他是一名软饭硬吃的小白脸。入狱之前，阿克每天花着妻子的钱，却跟小姨子偷情。妻子在发现丈夫和妹妹的奸情后，与其大吵了一架，并在盛怒之下抄起家里的猎枪，冲着阿克比划，以示威胁。阿克担心妻子失去理智，慌忙冲上前抢夺枪支，结果在此过程中猎枪走火，击伤了阿克的妻子。阿克妻子在事后报了警，声称丈夫蓄意枪杀自己。警方随即以涉嫌谋杀的罪名对阿克提起刑事诉讼。阿克目前正在忐忑不安地等待法官的终审判决。4名狱友听完他的讲述后，故意夸大其词地宣称，像阿克这种情况，至少会被判处20年以上的监禁。阿克听了这话，立时吓得面色苍白，说起话来也语无伦次。4名狱友见状，顺势邀请他加入越狱计划。阿克在恐惧之下失去理智，最后接受了4人的邀请。第2天上午，5人正式开启了越狱计划。在5人之中，一个名叫老罗的狱友有过3次越狱经验，老罗因此当仁不让地成为了越狱5人组的小组长。只见他先用死前藏起来的一把汤勺撬开了牢房里的一块踢脚线，并从踢脚线和墙壁的缝隙里取出了一面提前藏在里面的小镜子，然后轻轻将镜面敲碎，从中挑选出一块大小合适的长方形碎片，再用细线将这块碎片绑在一支牙刷上，制成了一面简易的监视镜。这面监视镜刚好能够从牢门上的猫眼伸出去，用来观察门外走廊里是否有狱警经过。随后，老罗安排阿克拿着监视镜在牢门后专门望风，自己则拆下铁质折叠床的一根床腿备用。这玩意儿足够坚硬，可以当做挖洞的工具。接着，老罗又和一个名叫杰哥的狱友合力挪开了堆放在牢房墙角位置的一堆厚重的纸壳。这堆纸壳是狱方发放给每间牢房的囚徒，让他们将之折叠成纸盒，用来售卖。由于囚禁越狱5人组的6号牢房刚好位于1楼，老罗等人的计划是在堆放纸壳的地面上挖一口洞，看能否挖到下水道之类的地下空间，从而找到逃离监狱的出路。在挪开纸壳后，老罗又撬开了几块木质的地板，地板下方是水泥地面。老罗试着用铁质床腿开始用力叮咚哐当地敲击地面，好在监狱此时正在改造翻修，老罗敲击地面的偌大声响虽然被改造翻修的声音掩盖，这也是老罗等人选择在今天启动越狱计划的原因所在。接下来的几个小时里，越狱5人组轮流作业，终于在坚硬的水泥地上凿开了一个能供单人通过的洞口。透过洞口，5人惊喜地发现地面之下似乎有一条高约半米的狭窄地道。看来越狱计划的第一步进行得非常顺利。5人在平复了一下激动的情绪后，赶紧将刚才挖地洞制造出的泥土和垃圾全都丢进了地道里，而后小心翼翼地用木质地板把洞口盖上，再将纸壳和拆下来的铁质床腿恢复原状。他们的计划是等到今晚监狱熄灯之后，再摸黑进入地道探路。夜晚很快来临，鉴于狱警在深夜时分时常会透过牢门上的猫眼查看囚徒们是否入睡，老罗打算自己今晚先带上年轻力壮的狱友牛猛，一起前往地道找路，其他3人则在牢房留守。临行之前，老罗先是指挥大家用衣服和纸盒在自己和牛猛的床上做了2个假人模型，
并在假人身上绑了一根细绳，最后用被子将之盖上。等到狱警夜间巡逻时，睡在假人旁边的狱友只要随手拽动细绳，就能伪造出老罗和牛猛在床上动弹的假象。做完假人模型后，老罗又找来一根麻绳，将一端系在距离洞口最近的狱友杰哥的脚踝上，另一端则塞进洞口的缝隙之中。等到老罗和牛猛进入地道后，其他人会将牢房恢复原貌。届时，洞里的2人只能通过这根麻绳和牢房里的其他3人交流。老罗和牛猛探完路归来时，只要轻轻拉动麻绳，杰哥就会立即招呼其他2人合力打开洞口，让老罗和牛猛回到牢房。一切准备就绪之后，老罗和牛猛就带上一盏煤油灯，弯腰进入洞口，来到下面的地道中。这条地道的一端是一堵墙，另一端则通往一处相当宽阔的地窖。可是地道和地窖连通的入口被一排铁栅栏封死，无法从此进入地窖。老罗见此情形，似乎早有准备，他随即从兜里掏出一根钢锯条，开始锯铁栅栏上的一根栏杆。在锯栏杆的过程中，老罗注意到地窖里亮着灯，里面看上去既亮堂又整洁，估计狱警经常过来打扫。为了避免让狱警听到异常动静，老罗每锯一会儿都会侧耳倾听有没有脚步声传来。就这样锯锯停停忙活了2个多小时，他才终于将栏杆锯断。2人随后穿过栅栏进入了地窖。经过一番搜寻，他们发现地窖只有一个出口，而且这个出口装了一道上锁的铁门。不过铁门上的锁看上去比较粗糙，应该很容易打开。老罗一边环顾四周，一边盘算着打开门锁的方法。这时他看到地窖的角落里堆放着几扇废弃的窗户，窗户上用来限位的铁片让老罗灵机一动，他打算用钢锯条锯下的一块铁片制成简易钥匙，看能否打开地窖的门锁。就在老罗忙着锯铁片制作钥匙的时候，负责放风的牛猛忽然听到铁门外面传来脚步声，听上去是来了2名狱警。在牛猛的提醒下，老罗急忙停手。由于地窖比较空旷，能够藏身的地方只有立在地窖中央的一根1人来宽的柱子。老罗急中生智，赶忙让牛猛站到自己的肩膀上，然后2人以叠罗汉的姿势小心挪到柱子后面藏起来，顺利躲过了2名狱警的例行巡查。狱警离开后不久，老罗就锯下铁片制成了一把钥匙，并成功用这把钥匙打开了地窖的铁门。穿过铁门后，2人沿着一条走廊又找到了一扇连通着下水道的小铁门。通常情况下，下水道会通向地面上的窨井，只要能进入下水道，应该就能通过窨井逃出升天了。现在比较麻烦的是，通向下水道的小铁门上安装着一把牢固的弹簧锁，老罗刚才自制的钥匙根本打不开它。当然，有过3次越狱经验的老罗已养成了遇事不慌的性格。他仔细研究了这扇小铁门的结构，发现它是被2根门轴固定在门框上，只要锯断1根门轴，应该就能打开这扇门。想到这里，老罗再次掏出钢锯条，大约花费将近2个小时的时间，锯断了其中的1根门轴。果不其然，通往下水道的小铁门很快被拆了下来。等到2人都钻进下水道之后，老罗又将小铁门恢复到原位，以免被狱警察觉出异常。然而，当老罗和牛猛在下水道里来回摸索了好一会儿后，才意识到想要成功越狱，还要解决很多问题。原来，狱方为了防止囚犯从此处逃走，已用混凝土在下水道的2个出口处砌了2堵厚厚的墙，封住了这条下水道，只留下一条狭窄的排水沟。不过老罗仍然没有因此气馁，他又在下水道里摸索了片刻，发现2边侧墙的水泥已然裂化，用普通的铁片都能刮开，只要在侧墙上挖一条可供人爬行的弧形通道，就能绕过混凝土墙壁，逃离这条下水道。只是在水泥墙壁上挖一条差不多有2米长的通道，对越狱5人组来说是一项浩大的工程，至少需要半个月的时间才能完成。所以老罗和牛猛决定先回牢房，等到明天晚上再正式开干。2人随后原路返回，等他们抵达牢房时，天已大亮。老罗和牛猛刚将洞口掩藏好，狱警就开始了每天早晨的例行查房。惊出一身冷汗的老罗马上想到了一个严重的问题。由于越狱5人组没有钟表，如果长时间待在黑暗的地下作业，根本无法准确地掌握具体时间，这无疑让接下来的挖掘工作面临巨大的风险。因而在狱警查完牢房后，5人围在一起商讨对策。这时5人之中年龄最大的狱友白叔想出了一个应对方案。当天下午，白叔刚好前往监狱的医务室进行体检，
趁着这个机会，他从医务室里偷了2只空的玻璃药瓶，然后又在回牢房的路上，经过翻修监狱的工地时，顺手抓了一把用来铺地的细沙，利用玻璃药瓶和细沙，白叔制作了一只简易的沙漏。经过细致的测算，越狱5人组确认，沙漏每漏完一次，大约需要半个小时。有了这只沙漏，他们在地下作业时，应该就不会错过狱警每天早晨的例行查房了。当天晚上，老罗和牛猛再次爬入地下，两人先在地窖里找了一块坚硬的长方形铁片当做工具，而后来到下水道，正式开始了挖掘工作。因为只有一块铁片，两人只能轮流作业，其中一人在挖掘时，另一人就负责盯着沙漏。就这样，在挖掘了1夜之后，老罗和牛猛赶在天亮之前安全回到了牢房。在接下来的几天里，越狱5人组在夜间轮流进入下水道挖掘，每天晚上2人干活，其他3人留守牢房。通过默契的配合，他们的计划进展神速。这天晚上，轮到阿克和牛猛搭档前往下水道挖掘。留守在牢房的杰哥见身边的白叔沉沉睡去，悄悄来到老罗身边，声称即使挖穿下水道的侧墙，自己也不打算跟着4人一起逃走。据杰哥所言，他有一位年事已高的老母亲，杰哥担心自己越狱，老母亲在得知消息后受不了刺激，所以他思来想去，还是决定服满刑期，再光明正大的走出这座监狱。杰哥担心将自己的想法说出来，会影响到狱友们的越狱士气，这才单独将之告诉老罗，希望老罗能暂时帮他保守秘密。老罗自然希望杰哥能跟大家一起逃出去，但是在劝说无果后，他也只得尊重对方的选择。尽管杰哥不打算逃走，可是每次轮到他前往地下挖掘时，他不仅没有推三阻四，反而比其他人更加卖力。这天深夜，轮到杰哥和老罗搭档作业，正当杰哥挥汗如雨的干活时，突然听到一声塌方的轰鸣声，泥沙旋即如瀑布一般从他正在挖掘的通道内喷涌而出，瞬时将他整个人全都掩埋起来。危急关头，老罗急忙一刻不停地扒开泥沙，最终将因窒息而面色铁青的杰哥拽出了危险境地。出人意料的是，刚才的塌方使得通道内的泥沙大量滑落，从而让后续的挖掘工作量骤减。老罗经过估算，认为再有1晚，这条通道就能顺利贯通。哪知就在这临近成功的时刻，越狱5人组又遇到了一起意外事件。第二天一大早，阿克的小姨子，也可以说是阿克的情人，忽然来到监狱探望阿克。小姨子此行的主要目的是想要告诉阿克，自从其入狱之后，他就一直苦苦哀求姐姐的原谅。最近阿克妻子的态度有所松动，小姨子相信假以时日，姐姐应该会向检方申请撤诉，届时阿克就能离开监狱，重获自由。小姨子打算在阿克出狱后便只身前往国外定居，不再打扰姐姐和姐夫的正常生活。小姨子带来的这个消息让阿克颇感意外，倘若妻子真能申请撤诉，他也就没有必要再冒险越狱。在从接见室返回牢房的路上，阿克陷入了沉思之中，他不知道该不该马上退出老罗等人的越狱计划。由于心不在焉，阿克下意识地走向了自己此前居住的牢房。如前所述，阿克是因监狱翻修，才从原来的8栋26号牢房被安排到了老罗等人所在的11栋6号牢房。狱警见阿克走错方向，当即认为他心怀鬼胎，并对他进行了严厉的呵斥。就在阿克试图跟狱警理论之际，典狱长刚好从旁边经过，随口替2人打了圆场。原来阿克在刚入狱时担心吃苦头，便将随身携带的一只镀金的打火机送给典狱长当礼物，以寻求对方的保护。典狱长拿人手短，这才出面帮阿克解围。这段小插曲过后，阿克回到6号牢房，将小姨子带来的消息告诉了其他狱友，并表示自己会静观其变，越狱的计划照常进行。当天晚上，又轮到阿克和牛猛搭档对地下通道进行最后的挖掘。谁知2人刚将挡住牢房地面洞口的纸壳挪开，几名狱警就突然闯入牢房，说是进行突击检查。越狱5人组全都惊出一身冷汗。更让大家感到恐慌的是，狱警在牢房里东找西找，很快走到了洞口附近。眼看越狱计划即将暴露，阿克和老罗等5人只能束手待毙。这时，正在检查隔壁牢房的狱警好像跟里面的囚犯发生冲突，连忙招呼生在6号牢房的几名狱警赶紧过去。越狱5人组这才堪堪逃过一劫。等到突击检查完全结束后，阿克和牛猛才钻进洞里继续挖掘工作。2人忙活了大半夜，终于挖穿了下水道侧墙的通道。
两人旋即爬过通道，不久就看到了一口通向地面的窨井。阿克和牛猛一前一后顺着窨井的扶梯爬到井盖下方。当他们小心翼翼地打开井盖时，惊喜地发现外面是监狱附近的一条大街。看来只要从井口爬出去，就能重获自由了。欣喜若狂的两人立即返回牢房，将好消息同步给了其他3名狱友。3人闻言也都很兴奋。不过此刻天色将明，如果这时离开，很快就会被狱警发现，这样的话将没有更多的时间逃脱狱警的追捕。所以5人经过商量，决定等到今天晚上熄灯之后，再偷偷溜出监狱。杰哥见狱友们即将大功告成，便把自己不想走的决定如实告诉了阿克、白叔和牛猛3人。阿克等3人和老罗一样，见杰哥心意已决，也就没再多说什么。5个人刚商定完计划，一名狱警跑来叫走了阿克，说是典狱长想要见他。其他4人听闻此言，顿时变得紧张起来。他们担心典狱长已经发现了6号牢房的异常情况，想从阿克口中套话。就在老罗等4人胡思乱想的同时，阿克已跟随狱警来到了典狱长的办公室。好在典狱长叫他来，只是要告诉他一个好消息。据说阿克的妻子已然向检方申请撤诉，并获得批准。不出意外的话，阿克明天就能离开这里。听到这个消息，阿克不自觉地露出欣喜的神情，但片刻之后，他又收敛起了脸上的笑容，因为他想到了一个进退两难的问题，那就是今晚应该是留在牢房等候释放的消息，还是跟老罗等3人逃狱而去。相比之下，似乎应该留下来等消息更加合适。可是如果这样的话，等到老罗等3人成功越狱，自己会不会因知情不报再次面临刑事责任呢？见阿克明显露出犹豫纠结的表情，典狱长似乎察觉到了他的反常，开始故意向他套话。等到阿克再次回到牢房时，已是2个小时之后。老罗等4人赶忙围过来询问他，典狱长因何事找他。阿克便将妻子申请撤诉一事如实相告。不过他表示自己今晚仍会和老罗等人一起越狱，因为即便他的妻子申请撤诉成功，他恐怕也会因对老罗等人越狱知情不报，继续坐几年牢。然而老罗等4人并不相信阿克的话，理由是阿克和典狱长总共谈了2个多小时的话，怎么可能只谈到阿克妻子申请撤诉这一件事呢？老罗等人怀疑阿克已向典狱长泄露了他们的越狱计划。面对狱友们的质疑，阿克赌咒发誓称自己绝不会背叛朋友，尤其是最近半个月和大家共处一室并肩作战的经历让他终身难忘。他早就将老罗等4人当成了过命的兄弟，而在此之前，他的人生始终依附着他人。结婚之前靠着父母的资助度日，结婚之后又仰仗妻子的供养过活。他早就对这种看似稳定优渥的生活感到厌倦，内心无比的空虚，仿佛找不到任何存在的价值。直到此次和狱友们相互协作，他才体会到了前所未有的充实。他觉得自己不再一无是处，而是能够通过努力改变自我。正因为如此，他绝不会出卖眼前这几个生死一处的兄弟。老罗等4人见阿克话说的十分动情，最终选择了相信他。当天晚上，老罗、白叔、牛猛和阿克等4人全都换了一身体面的衣服，准备以崭新的面貌拥抱即将到来的自由。等到熄灯之后，4个人依次和留下来的杰哥拥抱告别，然后收拾东西准备爬入洞口。杰哥则掏出监视镜，缓缓探出猫眼，看看走廊里是否有人。他先是照了照牢房的右侧走廊，并无狱警走动。哪知当他翻转镜面照向左边走廊时，瞳孔猛地一阵收缩，因为左侧的走廊里赫然站着几十名荷枪实弹的狱警，每一名狱警都神情冷峻，显然已在此埋伏多时。没等杰哥向老罗等人预警，狱警们已破门而入。牛猛见状，立即怒吼着扑上前，用双手死死掐住阿克的脖颈，但很快被狱警强行拉开。随后，除了阿克之外，包括杰哥在内的其他4人全都被拖出牢房，先是在走廊里罚站，等待狱方的下一步惩罚。阿克则被一名狱警押往一间单人牢房。在他离开的时候，老罗冷冷地看了他一眼，并说了一句意味深长的话：“你真是可怜。”本期的节目来自于1960年上映的法国犯罪惊悚片《洞》，本片的豆瓣评分高达 9.2 分，堪称神作。关于影片最后的剧情，网上有很多分析文章。有人认为阿克从一开始就受典狱长委托，前往老罗所在的牢房卧底，也有人认为老罗才是真正的内鬼，他故意策划越狱行动，是为了帮典狱长刷业绩。
不过田成觉得这些分析文章都有过度解读的嫌疑。这部电影的剧情仅仅是在展示一场失败的越狱行动，它的优点十分明显，那就是真实，给人一种大巧不工的自然之感，是典型的大师手笔。除此之外，影片对男主角阿克的塑造非常成功。作为一个软饭硬吃的小白脸，他出卖同伴的行为完全在情理之中。尽管他向狱友们说的那几句动情的话可能是发自肺腑，但话容易说，事却不容易做。一个人想要脱胎换骨，涂改自己的本色，实在难如登天。大多数人终其一生，恐怕都没有做出任何改变，只是无意识的在沿着自我性格塑造的命运轨迹上一路滑行而已。老罗最后对阿克的揶揄之词，像一把冰冷的利刃，在刺痛阿克的同时，也刺痛了荧幕前的你我。一个对自身性格和生活不认可，却又没有决心和能力去改变的人，岂不就是可怜之人吗？好啦，今天就到这里吧。喜欢我们节目的小伙伴，别忘了点个关注，让甜橙的声音长期陪伴您吃饭、开车、睡觉、洗澡、化妆、做家务。下期见。